太好了，阿平新窗戶終於完工了。腾出手後，又在野山裡發現不少好寶貝。更神奇的是，用刀往上面一看，像蜜汁一樣，有很多水从裡面流出来，喝的阿平那叫一個滿足。天剛亮，阿平便從床上爬了起來，看着庇護所四處漏風，天氣也漸漸轉涼。要是繼續住在這樣的地方，別說自己了，連肚子裡的孩子也難以安穩。想到這裡，阿平決定在庇護所建一個窗戶。說幹就幹，阿平背起籮筐，拿上柴刀，走向山林。沒多久就砍倒了一根又粗又直的大竹子，他氣喘吁吁地將竹子扛回了庇護所。回到庇護所，阿平測量好尺寸之後，就開始鋸竹子了。竹子鋸好後，阿平又耐心地將竹子劈開，然後打磨成一根根細長的竹片。儘管手上已經磨出了泡，但他依然咬牙堅持。處理好竹片後，阿平便坐下來，開始編織起這兩扇窗戶。只見他手指非常的嫻熟，每一片竹子都被他編織得緊密結實。時間1分1秒過去，一面面結實的竹窗終於成型了。阿平將竹窗小心翼翼地安裝到庇護所的空洞處，然後再用粗繩牢牢綁緊，最後則是測試開合是否完善。果然，竹窗推拉順暢，開關自如。接着他又開始安裝更大的側面窗戶，舉着竹窗略顯吃力，但阿平依然咬牙堅持，很快也將側窗安裝完畢。經過一整天的忙碌，庇護所終於煥然一新了，四周被牢牢圍了起來，不再漏風了。阿平看着自己親手搭建起來的庇護所，露出了久違的笑容。最後他還砍了幾根細竹安裝在窗戶邊緣，這樣不僅能支撐窗戶，還能隨時調節開關，使用起來更加的靈活。忙完家裡面的雜活之後，阿平便準備出發了。他要進山挖山貨換些錢，為即將到來的孩子準備生活用品。不大一會兒，阿平在一處山坡上發現了幾根野山薯的藤蔓。憑着豐富的經驗，他判斷這下面肯定藏着不少好貨，於是立馬拿起鋤頭的挖了起来。泥土堅硬，但阿平卻沒有絲毫退縮。沒過多久，山薯的根部終於露出了頭。阿平小心翼翼地將它們完整地刨出來，看着這些飽滿粗大的山薯躺在地上，拿去集市肯定能賣個好價錢。阿平一邊抹着汗一邊繼續挖，越挖越深。終於他挖出了一根更大的山薯，這要是拿來燉湯，那味道絕對是一絕。幾個小時過去了，阿平總算把那一整叢山薯全都挖了出來。他顧不上拍掉身上塵土，第一時間就處理起山薯上的泥和鬚根。清理好的山薯之後裝進箩筐，阿平還削了一根嘗了嘗，脆嫩清甜，味道果然不錯。隨後他繼續在山裡尋找其他資源，不久就發現了幾條奇特的藤蔓。他果斷砍下幾根，往下一倒，竟有不少汁水流出，真是太神奇了。看着清涼的汁液流進嘴裡，這一刻疲憊似乎都被冲淡了一些。順着藤蔓繼續尋找，阿平竟然挖到了一株野生人參。他興奮極了，小心翼翼地用手挖掘，生怕傷到珍貴的人參根須。沒一會兒，一整根完整的人參被他挖了出來，這可是山裡難得的寶貝。他把人參裝進箩筐，走了好長一段山路後，他終於來到街邊。一位路人一眼就看中了那株新鮮的人參，願意出個高價錢買下這些人參。賣掉人參後，阿平來到小商店買了幾個塑料袋，緊接着又馬不停蹄趕往市場，將一筐山薯整整齊齊地擺了出來。這些山薯品質很好，又是剛採摘的，很快就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。喜歡吃的路人路過都會買上一些。阿平雙手接過鈔票後，心裡非常的滿足。當一位小哥路過攤位時，買了2袋後，此時阿平的山貨已經不多了。沒用多長時間，阿平終於把箩筐裡的山貨賣了個乾淨。他收起攤子，背着空箩筐準備回庇護所。夕陽照在他疲憊卻堅定的背影上，這一刻他不是被生活擊倒的弱者，而是為將來拼盡全力的母親。